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踹开房门，冲进暴风雪。只因上一世老婆为了照顾醉酒的我，竟独自带着孩子去山里捡柴，最终冻死在了雪窝里。此时，我死死地抱住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全身都忍不住颤抖。听着母女的哭声，我眼泪止不住流下。这不是梦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妻子王秀英越发委屈，很快就放声大哭。这里冷，我带你们回家。我扶起王秀英，见女儿朵朵脸色发白，我赶紧脱了外套裹在她身上。王秀英回头看着地上那捆大雪覆盖的柴，我快速把柴背上，抱起蜷缩的朵朵。雪地难行，咔咔作响。我突然停下，小心翼翼把朵朵递给王秀英，放下柴。朵朵，口袋里有石子，取出来给我。王秀英一摸，还真掏出3个黑乎乎的石子，也许有肉吃了。我掂了掂石子，活动手腕，希望前世的暗器手法没生疏。一听到肉，朵朵立刻伸出头，眼睛明亮。不远处，一只5颜6色的雉鸡正站在树枝上咕咕叫，石子夹杂尖锐呼啸，瞬息而至。雉鸡察觉危险想逃，晚了。看着掉下的雉鸡，王秀英难以置信，随即惊喜地抱着朵朵往树下跑去。打到了，打到了！王秀英捡起毙命的雉鸡，她没想到自己男人扔个石子真能打死雉鸡。朵朵急忙伸出满是冻伤的小手去抓，我很满意。到手大概2斤重的成年公鸡。来，抱抱抱。我抱过朵朵亲了口，她本能抗拒，毕竟平日里我很凶，非打即骂。王秀英高兴道：“要卖掉吗？朵朵好久没有吃肉了，不卖回家炖了，给你和朵朵补补营养。”我摇头，这场暴风雪会持续2天2夜，连门都打不开。这个年代大雪封山，老猎户都不敢进山。我这特种兵经验，没有枪也危险。我想到了海边礁石群里的蟹，雉鸡内脏就是最好的蟹饵。回到家，破天荒地，我做饭了，鸡肉香气满屋，小丫头肚子咕咕叫，不断吞咽口水。小鸡炖蘑菇，铁锅边缘贴了3个玉米饼，看着少得可怜的煤炭，我很想抽自己。最后买柴的钱被我拿去换了酒。秀英，张家与陈家合并后，一直受排挤，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分。朵朵，来尝尝爸爸做的菜好吃不？我挑起鸡腿肉吹了吹，递向朵朵，看着她满是冻伤的小手，我心里一阵刺痛。吹一吹再吃，别烫着。王秀英赶紧提醒，朵朵眼睛亮晶晶的，根本不怕烫。好吃吗？我看着她吃完，揉揉她的小脑袋，她连连点头。来，我们开饭。我将锅端上炕台，王秀英不舍得吃肉，抱着一块骨头啃好久，我一阵心疼。她是知青，本该衣食无忧，却为了我跟家里断绝了关系。多吃肉，我给她夹了一块。王秀英俏脸微红，小心翼翼看我一眼，见我眼神温柔，突然心跳加速。朵朵吃饱呼呼睡去，我去院子砍了2棵竹子，拖进屋准备做蟹笼。王秀英一看差点哭出来，这是要留到过年卖钱的。秀英，你别哭。我老脸一红，赶紧安慰。编织蟹笼对我来说很简单，不多时4个竹笼成型。王秀英静静地看着我，不知不觉也累得睡着了。我把鸡内脏塞进网兜，挂在笼里。见妻女睡得香甜，我悄悄提着笼子出门。天寒地冻，椒盐锋利，零下20几度，一旦踩滑湿了鞋会要命的。我将4个蟹笼挨个下好。回到家，屋里温度又降了下来。我脱衣上炕，诱人的香气在鼻尖环绕。我将妻子妙曼的身躯悄悄抱在怀中。早上5点，我冻醒了，看着怀里小娇妻妙曼的身材，我忍不住有了反应。这旺盛的火力让我非常满意。昨晚小娇妻被我折腾了2个小时，期间朵朵都被吵醒2次。这年头没有手机电视，连灯都没有，除了摸黑造人还能干嘛？烧上炕，随着温度提升，王秀英很快醒了。看到我在烧炕，她愣了一下，想起昨晚的事，俏脸一红。秀英，我出去一趟，1个小时左右就回来。你早去早回。我要去开礁石群里的盲盒了，希望有货。王秀英感觉自己男人变了，变回了刚和他在一起时那么体贴。我背着竹篓往海边赶去，大雪纷飞，陈塘3里渠几乎被大雪掩盖。我回忆了一下，今年快过年时，老张家可是饿死好几个。礁石群部分被冰雪覆盖，我小心翼翼攀爬寻找。10几分钟后，我找到了第1个笼子，提起竹笼，海水滑落，里面传来刷刷的声音，竹笼剧烈晃动。果然，我狂喜，里面竟然有20几只大大小小青黑色的礁石蟹，还有几条破破烂烂的小海鱼。1条巴掌大的海鱼还在挣扎，被一只礁石蟹死死夹住尾巴。这年头，海边资源如此丰盛。我小心翼翼将礁石蟹倒进竹篓，20来只，大约有5斤重。雉鸡内脏被啃得所剩无几，破破烂烂的小鱼成了绝佳的新蟹饵。我心中一喜，立刻去找第2个。第2个蟹笼有10几只礁石蟹，1只大青蟹和2只小花蟹，还有几条巴掌大的海鱼。第3个蟹笼位置不好，被暗流撞散架，什么都没捞到。最后一个收获颇丰，甚至还有1只个头不小的八爪鱼。一趟下来10几斤海蟹，几斤海鱼外加八爪鱼，还在海水中捡到1个拳头大的海螺。当真是大丰收。我到家时已经变成雪人，王秀英急忙迎上来给我拍雪。看到竹篓里的东西，她愣住了。我使劲磕了磕竹篓，冻成冰雕的八爪鱼和海鱼全掉了出来。温度太低，出水几秒就结冰了。昨晚我和她说下竹笼抓蟹，她没当回事，可看到这一地渔获，她感觉在做梦。这蟹叫礁石蟹，也叫岩石蟹，这个季节是最肥的。我拿起1只，这1个拿到县城能卖2毛钱呢。2毛？听到能卖2毛，王秀英看了看地上，这么大的还有10来个，岂不是能卖好几块？大队男人干1天苦力才8分钱。我给你和朵朵炖一锅尝尝。我取来盆，把小礁石蟹和小鱼扔进去。不，卖钱，卖了钱可以买点粮。王秀英死死拽着盆，不舍得吃。小的不值钱，城里人不吃小的，只有这么大的才值钱。那这些就够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刚吃的肉。行，听你的。我揽着她亲了一口，王秀英俏脸一红，朵朵被吵醒，爬起来就去看锅。肉吃完了，不过有鱼吃，
朵朵要吃吗？我抱起她亲了2口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再苦再累又何妨？朵朵连连点头，口水直流。饭后，我把剩下的冻鱼和蟹埋在后穴里，充当天然冰箱。去不了县城，正好攒多点一起卖。我又去院里砍了2根竹子。这次王秀英没哭，还笨手笨脚来帮忙。家里盐快没了。王秀英悄悄靠过来，低声提醒：家里1分钱也没了。不用担心，我去搞。这年头买盐要票，家里啥票都没，大不了靠海晒盐。虽说冬天慢点，不被大队眼线发现就行。我花了些时间新编了5个竹笼，修好坏掉的，现在一共攒了9个了。下午我又跑去下笼子，回来时多了半篓子海货。等晚点9个笼子齐下，估计能爆满。就在这时，我敏锐听到院子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咀嚼声。狼！我心中一惊，示意王秀英别出声，悄悄靠在窗边看向院子。雪地里一条深黄淡红的大尾巴格外显眼。不是狼，是长白山跑出来的赤狐。它刨出一个雪坑，正贪婪啃食着我藏在雪下的海鲜。送上门的钱啊！我心跳加速。这年头一张狼皮12块，完整的赤狐皮起码能卖15块钱巨款。此时他半截身子埋在雪坑里，机会来了。王秀英看我拿起棍子，急忙摆手。东北五仙狐为首，老一辈都说不能打，能打老鼠，我们不是一样打吗？我低声劝说。这一张皮子能卖15块钱，一张皮子15块钱。王秀英美眸一呆，接着偷感十足的拿起擀面杖跟上来。果然都穷成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悄悄开门，赤狐听到动静侧耳倾听，我没给他逃走的机会，飞扑上去，狠狠一棍砸在他的背上，一声尖叫，赤狐抽搐几下没了动静。我将其拖出，入手一沉，真是成年的，以防他狡诈装死，我对着墙又狠狠摔了一把。15块巨款就这样到手了。朵朵听到动静跑出来，伸出小手指向赤狐。肉，狐狸肉偏腥，但这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。我先处理一下，一锅炖了，等会儿端一盆去老家换点炭。其实我是想去看看爸妈妹妹，还有老实了一辈子的大哥。王秀英用力点头，有炭炕就不会凉。我小心翼翼将狐狸皮完整剥下，内脏留下做蟹饵，放了点草药，去新把肉炖上。此时老家院里，大哥张北山正带着2个小孩铲雪。爸爸饿死了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爸，我想吃肉。小宝也嚷嚷：大嘴巴子，吃不？张北山看着漫天大雪，心慌，家里粮快不够了，想起我不省心，他叹了口气进屋。很快，屋里传来大嫂尖锐的叫骂：家里的炭自己都不够烧，还要给你弟送，你是要把爹妈儿子都冻死吗？你吼啥？小点声。行啊，张北山，学会顶嘴了是吧？吵完，张北山顶着骂声硬提了半袋炭出门。大嫂是陈家人，2家关系本就僵得可怕。哥，你要去二哥家吗？妹妹张雪琴跑出来，我去看看，朵朵那么小，不抗冻的。妈说让你把这个带过去。张雪琴塞给她一小包熬粥用的粗粮。这时门外传来大宝小宝的喊声：二叔，你端的什么好吃的？我已经来到了阔别无数个日夜的家，强忍激动，我把滚烫的铁锅递给跑出来的妹妹张雪琴。看到她年轻貌美，还没嫁给前世那个人渣，我眼眶红了。好香，二哥，这是什么？张雪琴惊讶地闻着肉香。一个小张子跑到我家里，被我拍死了，送来给你们吃。我没敢提赤狐，怕老人家迷信。有肉！大宝嗷嗷喊了起来：叫魂啊叫！大嫂冷着脸出来，本以为我是来打秋风的，见我端了锅肉，阴阳怪气道：这是改姓了，有肉知道往老家送了。张北山局促地把炭放下，爸妈也走了出来。看到还年轻的二老，我鼻子一酸，好在风雪大没被看穿。这么多肉，老妈掀开锅盖：大嫂，快到锅里热一热，给孩子们吃。大嫂黑着脸端走大锅去加热，不一会儿屋里香气四溢，孩子们馋得直咽清口水。张子皮没扒坏吧？一张能卖2块钱呢。父亲张晨干巴巴地提醒我：完整的呢，一棍子敲死了。我知道自己以前名声臭，油嘴滑舌不干活，所以绝口不提海货和赤狐皮的真实价值。要是大嫂这个陈家人走漏风声，我不但没法下笼子，还会被打上投机倒把的标签。卖了钱去买炭，别拿去喝酒了。朵朵不抗冻，你该省点心了。父亲又补了一句，我没顶嘴，知道自己说什么。他们都觉得狗改不了吃屎。一大家子高高兴兴围在炕上啃肉。你不吃点啊？老妈见我要走，心疼地跑过来拉我：妈，我家里还有，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。看着爸妈都好好的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二哥，你要回去啊？这个拿着。大妹张雪琴跑过来，塞给我一包玉米碴。我犹豫一下，还是接下了。小妹正盯着锅里的肉，眼里只有吃。大宝吃得满嘴是油。我先回去了，雪琴你去吃吧，没事去哥那里玩，带着小妹一起。自己这个妹妹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善良。过几天陈少阳那个人渣和寡妇乱搞的事，就会闹得沸沸扬扬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让妹妹嫁给那个人渣，这婚必须退。大嫂难得大方了一下，让我扛走一袋炭，我又带了点盐回家。明天雪该停了吧？我抬头望天，雪停就是我赚钱的时候。回到家，王秀英不敢开门，怕屋里那点热气跑光。朵朵坐在炕上一动不动，大眼睛一直盯着盆里的肉。秀英，我回来了。我提着锅扛着麻袋进门，快进门，外面冷。王秀英欣喜地帮忙拍打我身上的雪。有了炭，屋里温度很快上来。我把肉热了热，一家3口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。秀英，明天我去县里卖皮子和海货，这雪凌晨就会停。不缺什么。王秀英摇摇头，家里有肉有煤，她就很满足。让她最高兴的是，我变了。正吃着，砰砰砰，门外传来一阵粗暴的拍门声。王秀英手微微一抖，眼中闪过惊慌。陈浩，我知道他为什么怕。陈浩是队里的街溜子，我的狐朋狗友，
上一世就是他抢了我买炭的钱去买酒灌醉我，才导致我老婆孩子出去捡柴冻死。事后他还到处造谣，说王秀英要是改嫁给他，就不至于冻死。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我强压怒火，门一开，陈浩就要往里挤。好你个张家华，躲在屋里吃肉不知道喊兄弟，我一把将他推了出去。啥意思？陈浩退了2步，瞪眼道：亏我们昨天还一起喝酒，有肉吃不讲义气，还是吃饱喝足和小结巴在屋里造人了。如果是以前那个好面子的我，可能就被他拿捏了。找死！我没废话，猛冲上去，如同野猪一般，将他撞飞3、4米远。陈浩趴在雪堆里，直接爬不起来了。我走过去，一把将他提起，掐着脖子按在雪地里。以后再敢说我老婆是小结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陈浩眼冒金星，憋得满脸通红，不断拍打我的手臂挣扎。我顺手在他兜里翻出7毛5分钱和几张票。这是你昨天抢我的买炭钱，给我滚！我将他的脸按进雪堆。陈浩狼狈爬起，惊恐地看我一眼，跌跌撞撞跑了，连句狠话都没敢留。收拾他只是个开始，账我以后慢慢算。没事，来还钱的。见王秀英跑出来，我把钱票塞给她，揽着她进屋，走回去吃饭。看着手里的钱票和满地打斗痕迹，王秀英犹豫再三，低声说：能不和他来往吗？从今往后我不理他了。我点了点头。当晚我又迎来了大丰收，满满1竹篓的鱼蟹和8爪鱼。这年头的海边资源实在丰富。清晨，暴雪如记忆中一样停了。要不把朵朵送爸妈那边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王秀英担忧地看着我，要扛着麻袋，背着竹篓去县城。不用，这事别和任何人说，我正好锻炼身体。我急忙出发赶县城早市，因为大雪，早市几乎没卖东西的。我一到，红卫兵还没上班。小伙子弄的啥？一个中年人过来，昨晚海底捞的。我卸下麻袋和竹篓，露出冻鱼冻蟹。哟，好东西啊，咋卖？大蟹2毛，小的搅拌，随便挑。贵了。中年人随口还价，但见有人围过来，生怕别人抢，立刻掏钱买了一串。开门红，大家一看有新鲜海货，纷纷围上来。不到半小时，鱼蟹卖得差不多了。眼看红卫兵快上班，我果断手探闪人，被抓到可是要命的投机倒把。离开早市，我直奔收购站。刚进门，一股暖气扑面而来。山里来的有山货。中山装收购员眼睛一亮：赤狐皮收吗？我扯开衣服，露出金红色的完美赤狐皮。哟，稀罕物，完整的。他仔细检查过毛色和手艺后，报出实在价13块5，交易很顺利。离开收购站，加上早市的钱，我兜里揣了27块6角4分。在当前，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。赚了钱，我直奔黑市采购，买了小米、面粉、玉米茶，还有2斤全肥的猪肉。刚提着东西到胡同口，路就被几个人堵住了。兄弟，借点钱花花。带头的穿着新军大衣，叼着烟，另外几个人手里拿着斧头和刀子。我默默放下东西，没有预兆，一个箭步冲上，一招贴山靠。带头混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撞飞，狠狠砸在墙上。另外4个愣了一下，挥着刀斧冲上来，可他们面对的是拥有前世顶尖格斗技艺的特种兵教官。短短几秒，5个人全倒在地上哀嚎。出门没看黄历，打劫到熊瞎子身上了。我不客气的搜刮战利品，7块5毛钱，20几张粮票、肉票、布票，还有一把极难得的瑞士军刀。带头的那件新军大衣也被我扒下来套在自己身上。兄弟，我们认栽，东西拿走，放我们一马。带头的混混跪在地上直磕头。这几天我还会来的，不服多叫点人。我冷笑，果然黑吃黑来钱最快。买了6个大肉包子填饱肚子，我扛着满满的物资往家走。现在的我身上一共还有18块5角4分。回到陈塘3里区，远远看到王秀英正在门口铲雪，邻居发小陈铁柱也在帮忙。铁柱，进屋一起吃口饭。我招呼这个身高1米95的憨厚大个子。铁柱摇摇头继续铲雪。推门进屋，朵朵兴奋地拍手：爸爸，爸爸！我把顺来的新军大衣脱下，直接裹在他身上。哪里买的军大衣？王秀英惊呼：这东西有钱都难买。好心人便宜卖我的。我笑着转移话题，指了指竹篓，看看买了什么。当看到篓子里的盐、醋、酱油和那块大肥猪肉时，王秀英喜极而泣。狐皮很值钱，鱼蟹也卖了10几块，我们得再加几个蟹笼。我把剩下的1叠钱塞进他手里。王秀英看着手中的钱，愣住了，好多钱。朵朵，爸爸给你买了糖。我将1包硬糖递给朵朵。好不容易从军大衣里挣扎出来的朵朵，急忙将糖抱在怀里。她根本不认识这东西，以前只吃过红糖块。秀英，这是给你买的。我将报纸包裹的3本书递了过去。刚结婚那一年，王秀英曾多次给我讲过里面的故事。王秀英赶紧把钱放进口袋，接过报纸包，打开后直接愣住了，是红娘子。以前没嫁过来的时候，她就想要一套，她爸去排队4次都没买到。没想到我还记得。王秀英眼眶逐渐泛红，紧紧抱着书，带着哭腔道：你浪费钱干嘛？多少钱买的旧书？地摊上掏的。我笑着从麻袋里取出1捆粉条和油纸包裹的包子。包子，我们晚上吃粉条泡一下，等会儿我们吃猪肉白菜炖粉条。我将麻袋里的东西一样样取出，帮朵朵剥开糖纸，塞了1块水果硬糖到她嘴里。第一次吃到这种糖的小丫头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眼睛亮晶晶的。糖不能吞，放在口里慢慢的化。朵朵连连点头。我给王秀英也塞了1块，便转身去做菜。家里窖藏了2颗，准备留着过年吃的白菜。我和铁柱挖了好一会儿才弄出来，切成片的肥肉在锅里呲呲冒油。等到油渣泛红，哧哧作响时，我将油倒出来。小2斤的肥猪肉熬出了1斤半多猪油和一大盘肉渣。吃上肉渣的朵朵高兴极了，不过没吃几块就被王秀英强行收进了橱柜。小丫头只能站在柜子下面，眼巴巴地抬头看着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屋里屋外飘满香气。铁柱被我硬拉着坐下，递给他1张玉米饼子和一大碗猪肉白菜炖粉条。铁柱，
想天天吃肉吗？我突然问，铁柱力气大还听话，最主要的是我俩关系铁，不然他也不会跑来帮我家铲雪。香。铁柱毫不犹豫的点头。那你今天开始有空就跟我干活，以后我管1日3顿饭，我会让你吃饱，但不会给你钱。我知道不能给他钱物，因为拿回去也会被他家里人抢走。自从他亲妈被打跑后，这傻大个就没吃饱过。铁柱重重点头。小时候他妈妈就叮嘱过他要听我的话，他一直记着。看着开心的朵朵，我猛然察觉还漏买了东西。朵朵没有棉鞋和棉裤，大冬天几乎出不了屋，得赶紧给她做一身棉衣。饭后我去老家送了些粗粮和1碗猪油，顺便把小妹也接了过来，让她陪着朵朵玩。我们不会被抓到吧？王秀英一边编着蟹笼，一边小声询问。一下子赚这么多钱，她心里难免发慌。不被别人知道就没事的，放心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我安慰着她，但心里也清楚，我打起了当守山员的主意。二哥，肉包子能吃吗？小妹跑过来，眼巴巴地看着橱柜里的肉包子。等天黑再吃。小妹擦擦口水，跑去趴在窗台等天黑。天色渐暗，大锅里的海鲜炖散发诱人香味。王秀英正往锅边贴玉米饼，隔壁铁柱家也在吃饭，但她只能喝西菜糊糊。她想拿个窝窝头，却被她爹陈有德一筷子打在手上。饿死鬼一样，晚上不干活吃什么窝窝头？你弟弟妹妹不长身体啊！陈有德骂完，咬了口窝窝头。老婆，隔壁小兔崽子家怎么又吃肉？是不是老张家有人进山偷猎了？后妈孙俪眼睛一亮，两口子没肉票馋急眼了。陈有德当即扔下窝窝头，出门去十里去找大队长陈公林举报。铁柱见状，低头悄悄跟了出去。偷猎？我听到铁柱跑来报信，一阵无语。陈有德两口子还真缺德。那怎么办？红卫兵不会来吧？王秀英吓得赶紧去藏收好的物资，特别是那套书红娘子。大雪封山，狗都不进山，没人信他。铁柱，坐下吃饭。吃完帮我把小妹送回老家。肉包子配海鲜大锅炖，不到10分钟就被我们风卷残云。铁柱，送完小妹回去睡觉，明天天不亮来我家。我吩咐道，晚上我还要去下蟹笼，明天出货量大，必须找他帮忙。铁柱重重点头。夜色中，我背着竹篓去礁石群收获下笼，轻轻松松满载而归。远处海面闪过微光，是去小石岛的船，岛上驻扎着部队，物资匮乏，但有钱有票。我立刻想到了驻岛的三爷爷张猛，前世就是他写信把我弄进部队的，可惜现在没法登岛交易，只能以后再想办法。回到家，王秀英正借着月光看红娘子。点灯看，别伤了眼。不用，月光很亮，灯油贵。王秀英心疼钱，我无奈陪她坐了会儿，便沉沉睡去。因为没表，我怕睡过头，一晚上醒了好几次，感觉天快亮了。推门一看，铁柱正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来回踱步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叫门？我不知道时间。铁柱没表，半夜醒了看月亮在头顶，怕耽误事就一直守在门外。快进屋吃点桃酥，喝点热水。10分钟后，我带着铁柱和麻袋出门。为了安全，我让他在岸上等，自己下礁石群收笼子，一连收了2鱼篓海鲜。铁柱看傻了眼。走，去县城。来到县城早市，人头攒动，这时候几乎不需要各种票，算是半个黑市。刚上的海鲜不要票！我大声吆喝。我能用海鲜换你点地瓜干吗？我找摊贩以物换物，很快换了半麻袋地瓜干，一些干山货。我找了个安全的地方，把剩下的也卖了个干净。接着带着铁柱大采购粉条、1等肉、鸡蛋、玉米茶、大米和粗布，直到手里只剩2块3毛钱。铁柱扛着50斤的玉米茶，提着沉甸甸的麻袋，咧着嘴傻乐。铁柱，吃面吧。我肚子早就抗议了，拉着他进了一家面馆，要了2大碗肉都量足的2毛钱肉丝面。铁柱一手抱袋子，一手抓筷子，不到2分钟，连汤带面吃得干干净净。看着他意犹未尽，我又要了2碗面和免费面汤。结账离开时，我俩吃了4碗面、4碗汤，铁柱干了3碗汤，连老板娘都看傻了。老天，这小子说自己有点饱，顶多也就7分饱。我这句包你吃饱的承诺下得有点草率了。铁柱，你去傅庄看过你娘吗？回去路上我问，铁柱娘被打跑后改嫁了。娘有时候偷偷来看我，上次妹妹也来了，给我带了锅巴。等回去我弄点吃的，你悄悄送去，别让你后妈和你爹知道。小时候铁柱娘对我不错，这恩得报。你脚多大？回去给你做双芯棉鞋。铁柱的棉鞋满是补丁，他低头看看脚，犹豫道：佳话，上次我妹来看我没穿鞋，能先给她做吗？可以。我有些惊讶他的懂事。你妹脚多大？铁柱沉默了。铁柱跑回家，没多久隔壁就传来陈有德的咆哮和抽打声。王秀英听到动静，吓得缩了缩头，赶紧收拾买回来的东西。我站在院子里听了半天，心里发沉，必须想办法帮帮这傻大哥。怎么买这么多玉米茶和地瓜干？王秀英看着满地粮食问。回头分一些给老家，这鱼蟹生意不长久，早晚被盯上，得多攒粮。王秀英担忧的点头。已经够吃了，要不别去冒险了。寒冬才刚开始，这怎么够？我没反驳，转头看向炕上正抱着包子啃得满脸幸福的朵朵，忍不住笑了。我中午回趟老家，把布和棉花给大嫂，让他们给朵朵和孩子们做棉衣棉鞋。我伸手量了量朵朵的小脚，等有了新棉衣，朵朵就能出去转转了。王秀英高兴的点头，随即看向我。你不给自己弄双棉鞋吗？我看了看自己和她脚上满是补丁的破鞋，确实谁都没有好鞋穿。上午我带着东西回了老家，大宝小宝正在院里疯跑，我给了他们2块糖，乐得嗷嗷叫。二哥，小妹连鞋都没穿就扑进我怀里，我抱起她，把布袋子递给追出来的大妹雪琴。给你棉花和布。雪琴惊呼一声，生怕被大嫂听到，赶紧拿着进了屋。来了，外面冷，快进屋。大哥张北山招呼我，大嫂陈淑英听到要做鞋也赶紧跑了出来，一家人凑在一起商量。大宝小宝，小妹，
朵朵一人一双，剩下的布做身棉衣棉裤。我把布和棉花分了分。够了，剩下的还能给雪琴做一双。她过完年要结婚了，也得有双新鞋。大嫂盘算着，听到这门亲事，我心里一阵膈应。那是大嫂牵的线，过2天的狗东西睡寡妇的事就会闹开，这婚我必须替雪琴退了。我不用，我有。雪琴红着脸，把满是补丁的鞋往回缩。从老家大嫂那里接走小妹，我顺便叫上铁柱。中午吃了顿丰盛的白菜猪肉炖粉条，铁柱低头猛吃，隔壁陈有德2口子却馋得口水直流。天天吃肉，肯定偷猎啦！你去举报，一抓一个准。孙俪怂恿道。陈有德咽了咽口水，虽然昨晚去大队举报没人信，但为了能吃上肉，他还是气势汹汹地出门了。下午我悄悄去教师群收了海货藏好，一天10几块钱的收入让我有些焦虑，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如果能弄到枪进山打狼，一张完整的狼皮都能卖几10块，可赤手空拳进山就是送死。晚饭时老妈跑来报信，原来陈有德的举报引起了大队干部的怀疑，大队长干脆带人来了老张家，当面盘问大嫂陈淑英。有德叔举报你弟偷猎，是不是真的？大队长问。大嫂本想撇清关系，但想到我这2天送肉送布，还给孩子们做鞋，她咬咬牙撒了个谎。不是偷猎，那肉是王秀英城里爸妈送来的。大队长一听是城里工人岳父送的，便信以为真，打发了陈有德。大嫂居然帮我圆了谎，我听完愣住了，这和以前那个尖酸刻薄的大嫂判若两人。这哪来的这些吃的？老妈看着我刚分好的粮和猪油，吓了一跳。花钱买的，之前的肉不是张子，是对赤狐皮卖了几10块。我半真半假的瞒了过去，让他带着粮食去给老张家几个老人送去。我可不想再看到前世老人饿死冻死的惨剧。关上门，王秀英担忧道：“隔壁盯上你了，怎么办？”只能先藏着点，幸好大嫂给圆了谎。我看着情绪低落的王秀英，揽住她。当年是我混蛋，找个机会我去给你爸妈道歉。王秀英红着眼眶摇头。我爸决定的事改变不了的。此时隔壁陈家，陈有德黑着脸回家。怎么样了？孙俪急问。怎么样个屁！人家说是王秀英那国营食品站的爸妈送来的，他爸妈这是捏着鼻子认了这个女婿了。陈有德酸溜溜地骂道。孙俪傻眼了，百货公司一枝花，食品公司双下巴。王秀英把持杀猪匠，手里握着肉食供应大权，这年头谁不羡慕？2人坐在炕上，眼红得说不出话来。嫂子靠得住，我放心了。看来上一世对她有偏见。下午老妈带着小丫回去时，我大方地让她提了10斤大米和半包桃酥。天黑后，铁柱悄悄溜来，我们碰头后直奔海边。明儿给你买点肉和粮食，你拿去给你娘和弟弟妹妹。路上我提醒他，铁柱腼腆的呲牙笑了。海边寒气逼人，铁柱想下水帮忙，被我拦住。今天收获颇丰，整整1篓半，蟹也比平时大。好了，收尾时远处传来水花声，我借着月光摸索过去，在边缘礁石窝里发现了一条搁浅的黑石斑鱼，足有半米长，起码20斤。好东西，这一条卖得好，抵得上1天收获。石斑鱼在狭小水窝里急躁地乱撞，眼看半截身子露出水面，想冲回海里，我毫不犹豫掏出大海螺，对着鱼脑袋狠狠砸下。我和铁柱把海鲜和石斑鱼藏在礁石洞里。凌晨，铁柱早早等在我家门口瑟瑟发抖，怕睡过头，他竟然在雪地里冻了一宿。进屋烤火吃过饭，我们匆忙去海边收货，直奔县城早市。因为没表，到早市时天还没亮，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该买块表了，可最便宜的上海牌也要40、50块，还得要票，我根本买不起。好在没多久集市上人了，我大声叫买那条大石斑。大石斑早上刚上岸的，20斤，8毛1斤，16块。我报了个高价，围观的人不少，可一听价格全退缩了。这么大的鱼，普通人家根本吃不完也买不起。哪里来的石斑鱼？一个推着自行车、衣着考究的中山装干部停了下来，我眼前一亮，立刻重复了价格，并补充道：“您诚心要15块拿走。”行，给我绑车后座，剩下的蟹和八爪鱼我全包了。干部很痛快，显然是用来招待领导或亲戚的。卖掉大单，剩下的小鱼我换了一堆干山货和地瓜干。走。吃面去。我带着铁柱进面馆，连要了4碗肉多量做的肉丝面和5碗免费面汤。这小子一个人干了3碗面和4碗汤。老板娘看我们的眼神像看饿死鬼。吃饱喝足，我去百货商场一通大采购，给自己和铁柱各买了双5块钱的厚实老棉鞋，又花8块钱给王秀英买了双女士棉鞋，还买了桃酥和糖。可惜猪肉要排长队没买上。我心里盘算着，海鲜生意回头客越来越少，不是长久之计。如果能打头狍子或马路来卖，肯定抢手。当前皮子贵，遇到狼更是发财。铁柱，明天跟我进山。干吗？干！傻大个毫不犹豫，我决定了，回去找三爷爷借枪进山。回到家，我把新棉鞋递给王秀英和多多。没等王秀英心疼钱，我就催着铁柱换上新鞋先溜回家，免得被他爹抢走。多多换上老妈刚做好的新棉衣棉裤和棉鞋，像个圆滚滚的小雪球，在院子里兴奋的摔跤，咯咯直笑。大妹雪琴也跑来串门，哥，我想吃肉。雪琴撒娇，好看歌录一首。我切了半斤猪肉，炖了一大锅猪肉白菜粉条，配上白米饭。饭桌上，我提起了正事。妈，陈少阳和雪琴那门亲事退了吧？那个人渣马上就要身败名裂了。说什么呢？30块聘礼都给你爸治病用了。老妈瞪我，能退吗？雪琴满眼希冀，能，包在哥身上。饭后，我把1双新棉鞋、20斤粗粮、地瓜干、桃酥、糖和原本家里剩下的半斤肥猪肉，连同5块钱一起塞进布袋，装进竹篓，让铁柱背着。这钱给你娘，
冬天多买点炭。铁柱重重点头，背着竹篓，趁着天黑摸向副庄大队。副庄大队比我们大队穷得多，铁柱亲娘赵香玉和后爹王富贵家早就断顿了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几个孩子冻饿得直哭。娘，铁柱出现在篱笆外，赵香玉和王富贵都愣住了，以为他是饿极了来讨饭的。铁柱，快进屋，娘给你拿野菜团子。赵香玉手足无措，娘，我不饿，我来送粮的。铁柱卸下竹篓，当铁柱把肥猪肉、棉鞋、桃酥、糖和满满一袋白花花的粗粮一样样拿出来时，一家人全傻眼了。铁柱，哪来的肉？你们大队分猪肉了？赵香玉震惊，嘉华哥让我送的。铁柱憨憨地答道。赵香玉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那个曾经不学无术的二流子小家伙，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金贵东西？三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铁柱手里的桃酥，不断吞咽口水。铁柱撕开包装递给妹妹，大妹却乖巧地掰了一块递回来。哥，你先吃。铁柱摇头，我每天都吃好多好吃的。那你有肉吃吗？小豆丁瞪大眼睛，有，每天都有。铁柱连比划带说，早上在县城吃了2大碗肉丝面，来的时候还吃了猪肉白菜炖粉条子。一家人听得直咽口水，别说炖肉，在副庄大队连吃顿粗粮面都谢天谢地了。嘉华带你去的县城，他带你做什么了？赵香兰急问。我交代过铁柱必须说清楚，免得他娘以为我们去杀人越货。铁柱抓抓头，哥不让和别人说，他让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不做犯法的事，就是打点海货去县城卖。赵香玉松了口气，这顶多算投机倒把。你爸知道吗？他想起陈有德那个畜生，不知道。铁柱摇头，一五一十把我们去县城的事讲了。做这事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继父王富贵提醒，娘，这是哥给你的5块钱买炭。铁柱把凌乱的钱塞进赵香玉手里，赵香玉红了眼眶，家里实在断粮缺炭，他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。铁柱，你吃饭了吗？王富贵不好意思的起身，我吃过了。我要吃肉。小豆丁们看着肥猪肉嚷嚷。行，先给孩子们解馋。王富贵一咬牙，我这趟让铁柱送粮，算是解了王富贵一家的死局。一直等到天黑，铁柱才回来换鞋。开心吗？我看着他满脸笑容，铁柱连连点头。吃点东西再回去挨顿揍吧。我已经听到隔壁陈有德在到处找他干活了。铁柱满不在乎地扒了几口饭，临走时突然说，哥，我想让我妹妹们也有新鞋，有肉吃。简单，挨完揍，晚上我带你搞肉去。我今晚就打算借枪进山。铁柱高高兴兴回去了。很快隔壁传来陈有德的咆哮和抽打声。笑，还敢笑？老子打死你！这傻小子还真是不在乎这点疼啊！我听着不对劲，走到院墙外喊了一嗓子。哎呀，小心点儿！铁柱力气大，一拳打死你咋整啊？陈有德正举着树枝，回头一看，铁柱正比划着砂锅大的拳头，顿时心慌了。这小畜生不会被张家华教唆着反抗吧？他心虚地吼了一句：“滚去吃饭！”打骂声这才消停。晚上，我悄悄去海边收了趟货。秀英，我去三爷爷家一趟，铁柱来了，让他在家等我。外面冷，穿上大衣。王秀英正给多多洗澡，起身要去拿。不用，就当锻炼。我扛起一袋炭，提着2条鱼出了门。三爷爷当年抗美援朝打过仗，退伍后一直独居，屋里漆黑一片，冷飕飕的，连炕都没烧。他一见我提着炭和鱼，一边嘴硬说自己当年在战壕里多抗冻，一边还是凑过来烤火。三爷爷，你的544步枪借我用用。我直奔主题。默了，枪没问题，不过我那老伙计子弹打歪，我给你个好家伙。说着，三爷爷打开炕头，一个旧木箱。我凑过去一看，头皮发麻。除了勋章和旧军装，竟然有一把38大盖、刺刀、子弹，还有几个老式手榴弹。这极度危险的玩意儿，居然放在床头这么多年。这可是缴获小鬼子的，不拉弦怎么会炸？三爷爷毫无安全意识的拿起一个手榴弹，在箱子上磕了磕，看得我眼皮狂跳。我赶紧带着38大盖、刺刀和1盒子弹开溜。有了这玩意儿，遇到狼群我都不怕。回到家，铁柱已经穿着新棉鞋在等我了。山里有狼，不能去。王秀英见我提着枪，急红了眼。不进深山，就在山脚转悠一下。我再三保证，他才勉强同意。我和铁柱带着扁担麻绳连夜进山，大雪封山，寒风呼啸，我们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了半个多小时。期间遇到一只野兔，还没出手就跑没影了，呼哧呼哧。突然前方传来粗重的喘息声，我立刻示意铁柱别动，听声音是大型动物。摸上前一段距离，借着月光和雪光，我看到一头漆黑的庞然大物正在拱雪觅食，是头几百斤的东北野猪。我大喜过望，这可是会移动的金库啊！在60年代的计划经济下，物价虽低，生活却极度匮乏。天还没亮，我和铁柱收完海鲜便赶往县城。这次海鲜多，考虑到体力，我把剩下的一半野猪肉和猪皮全埋在院子的雪地里，打算回头一起去收购站卖。来到县城早市，街上还没几个人，我熟络地跟周围几个商贩打招呼。各位同志，野猪肉有吃的吗？新鲜货，不需要肉票的。这年头没肉票，有钱也吃不到肉。一听不要票，周围的商贩立刻围了上来。野猪都搞到了。一个每天起早卖私盐的青年，两眼发绿地盯着那半扇猪肉。这是成年野猪啊，咋打的？我可没那本事。大队守山员打的，想换点钱给队里老人过冬。我随口糊弄，免得遭人嫉妒惹麻烦。几毛一斤？卖盐青年狂咽口水。1斤6毛也可以拿东西换。盐、细粮、鸡蛋或者换海鲜都行啊！一听价格不高，还能以物换物，商贩们沸腾了。很快，我的竹篓最底下铺满了白菜萝卜，上面全是换来的鸡蛋、盐巴和一大串辣椒。随着早市人流多起来，我的摊位被彻底包围。我要10斤，10斤！同志，猪骨头怎么卖？能给我来2斤吗？嗨！
这一块我看上的，你干什么？别抢，都有。一开始还有人排队，后来生怕买不到的，干脆挥着钱往我手里塞。短短10几分钟，100多斤的纯瘦野猪肉抢购一空，买不到的人抱怨连连。我这里还有蟹和鱼，都很肥的。只想吃猪肉的同志别急，明天你们早点过来，家里还有半扇。安抚好躁动的人群，我看着剩下的海鲜有些无奈。这几天下来，这些没长大的礁石蟹虽然肥，但个头小，基本没有回头客，剩下的只能连卖带换，最后在街头巷尾兜售了好几圈才勉强清空。看来以后得把重心全放在打猎上了。算上鱼蟹，110斤野猪肉和内脏骨头，这一早进账73块4毛钱，外加一整篓子蔬菜鸡蛋。带着铁柱吃饱喝足，我又去大采购，买了斧头、杀猪刀、砍柴刀和绳索，还给他配了个新猪篓。哥，好像那个人一直跟着我们。铁柱突然抓头，不自在地往后看。我诧异于他敏锐的直觉，笑道：“是早市上卖黑货的摊主，估计见我们赚钱眼红了，不用管他。”我卖肉时就察觉到了这人和之前遇见的票贩子不同，这人一个人就敢尾随，大概率是个心狠手辣的亡命徒。可当我们走到一片偏僻的杨树林时，那个只露出2只眼睛的黑货摊主已经提着刀挡在了前头。荒郊野岭，连句废话都没有，他提刀就朝我猛扑过来。你是哪里淘来的？我放下竹篓，拿起新买的砍柴刀。这家伙招招致命，绝对杀过人。眼看刀尖逼近，我快速挥刀格挡，铿刺耳的金属碰撞声中，他手一抖，险些脱刀，却毫无退意，再次扑上。我冷哼一声，反手一削，他闷哼着后退2步，几根断指掉进雪里，手里的刀也飞了出去。他见势不妙，转身想逃，只听脑后咔嚓一声脆响，铁柱气喘吁吁地握着断成2截的厚木扁担，那人晃晃悠悠跪倒在雪地里，额头鲜血直冒，没了动静。我没想到平时憨厚的铁柱下手这么狠，这一下这人彻底交代了。哥，铁柱慌了，没事，晕过去了。我安慰他，顺手扯下那人身上的黑皮公文包，打开一看，我脑子嗡的一下，工业券，几捆厚厚的上海通用工业券，粗略一看足有300-400张。在指定商场，这些券加上钱，能直接买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和收音机，这种顶配大件，难怪他刚才卖不出去了。这种只有大城市才认的高级福利票，在偏远县城根本没法变现。这亡命徒不知是从哪儿抢来的赃物，公文包我没敢要，只把工业券塞进怀里。走吧。我捡起断扁担，示意铁柱，要不要埋了？铁柱心慌慌的，不用管，会有人处理的。这年头，荒郊野岭，死个把人不是稀罕事，谁也不愿沾惹麻烦。就算有警察路过，也只会当冻死骨处理。果然，我们刚走没多久，2个挑担货郎路过，几分钟后，黑货摊主被扔进雪沟，连头发都被剪得没剩几根，一丝价值都没被浪费。陈塘3里渠，王秀英正和雪琴一起看红娘子，小丫和朵朵在院子里堆着奇丑无比的雪人，个个直笑。我和铁柱回来时，日头已经很高了。回屋，外面不冷吗？我一把抱起跑来迎接的朵朵进了屋，小丫也二哥的跟在后面。铁柱回屋换上破鞋，就急匆匆回家挑水去了，不然又得挨陈有德的揍。他还急着中午吃完饭去服装大队送东西。二哥，有鸡蛋！小丫眼睛盯在背篓里挪不开了，她馋得直吞口水。秀英煮4个鸡蛋，你们1人1个。我把鸡蛋递给王秀英，王秀英惊喜之余又心疼钱。当前鸡蛋6分钱一个呢，你怎么买这么多？鱼蟹换的。我取出一个油纸包递给雪琴，你要的肉包子去热热一起吃。谢谢二哥。雪琴欣喜地接过去闻了闻，小丫和朵朵一左一右抱住她的大腿，眼巴巴地看着我的。雪琴护食，二哥说一起吃。小丫张嘴就咬她大腿，朵朵也有样学样。我在竹篓里装了些白菜、萝卜、盐巴和辣椒，又塞进去一块猪肝和一个满是疙瘩的猪胃。雪琴，猪肝带回去炒菜，猪胃拿给妈炖汤。这带疙瘩的猪胃叫食，是野猪吃毒蛇后留下的，千金难求的药材，炖汤极养胃。算了，我来做吧，怕妈炖不好浪费了。这本是我留着准备给媳妇孩子做猪肚鸡的好东西。包子熟了。王秀英一掀锅盖，肉香四溢，3个丫头欢呼着抢作一团。王秀英端来洗脚水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嘉华，早上我看到雪琴和村里的二流子、二狗说话，还挺开心的。”二狗，我心中一动，我知道陈少阳马上就要身败名裂，干这事的就是二狗。前世他因为打残陈少阳坐了12年牢，虽然他口碑极差，是个连公分都不正的反面教材，但人却仗义。二狗其实人不错的。我随口一说，引得王秀英一阵侧目。趁着上茅房，我悄悄数了数顺来的上海工业券，整整350张，足够买23辆自行车。可惜这东西需要单位开证明，且只能在大城市用，在这里比废纸强不了多少。另一边，老宅大宝小宝穿着新棉鞋在院里疯跑。外面冷死了，进屋。大嫂陈淑英喊道：“妈，想吃肉。”小宝抱着她的腿流着口水，这几天吃肉把馋虫都勾出来了。哪有肉？我从你爸腿上割一块啊！陈淑英没好气地骂了一句，把正睡懒觉的大哥张北山吓得爬了起来。小丫抱着半拉啃过的水萝卜，风风火火地冲进屋。爹，我要喝水。张北山眼睛一亮，赶紧拿刀把水萝卜切成10几块。冬天的萝卜可是稀罕物，很快大宝小宝就为了抢萝卜打成一团。刚套上外套的雪琴背着篓子进门。嫂子，大猪肝，还有白菜和盐巴辣椒。咦，萝卜怎么少了一个？看着正啃萝卜的大哥和侄子，雪琴一脸茫然，大嫂子两眼放光。中午我蒸了2锅白面馒头，炒了白菜肉片和爆炒猪肝。小丫和朵朵吃得满嘴流油。铁柱吃完饭换上新棉鞋，准备去服装大队。铁柱，
这个带上。我塞给他一个布袋，里面是10个白面馒头、爆炒猪肝、油渣、盐巴和辣椒。你去量量你弟弟妹妹的衣服和脚丫尺寸，明天我搞点布票给他们做棉袄棉鞋。铁柱憨笑着狂点头，熟练地把东西藏进竹篓盖上，柴飞奔而去。还得给王秀英、雪琴、小丫、大宝、小宝做新衣服，还要给我俩大哥大嫂和爸妈。我盘算着需要海量的布票，有些头大。不过只要有钱，去黑市总能买到。什么布？王秀英好奇地问。我一把搂住她的纤腰。明天买布给你做新衣裳，喜欢什么粗布？看着她身上洗得发白、满是补丁的旧衣裳，我决定一定要给她弄身好料子。服装大队王富贵家闻着锅里的白菜炒肉香，2个小豆丁趴在灶台边狂咽口水。等你们哥哥来了再吃。王富贵看着这顿破天荒的丰盛午饭，感觉像做梦。昨晚铁柱半夜摸黑送来的肉和粮，还有早上买回来的10袋炭，让这破家终于有了热乎气。娘，哥来了！大妹欢呼。铁柱卸下竹篓，拿出布袋。铁柱，家里吃的够了，快拿回去给嘉华。赵香兰急忙拦着。娘，这是嘉华哥给的。铁柱揭开油纸，白面馒头。王富贵震惊了，服装大队连粗粮都吃不饱，这白亮亮的大馒头简直是稀世珍宝。孩子们分到馒头块和油渣、猪肝，吃的眼睛都直了。娘，嘉华哥让我量妹妹弟弟的尺寸，要给他们做新棉衣、新棉鞋。铁柱边吃边说。赵香兰愣住了，大妹乌黑的大眼睛扑闪着，满是不可思议。哥，我也能有新衣服了吗？王富贵听完，一咬牙猛地站起来。铁柱，你们要是缺人手，带上叔，叔有一身力气。与其眼睁睁看着老婆孩子冻饿而死，他宁可去投机倒把。王秀英合上红娘子，推开窗，大雪纷飞中，我和2个小丫头正在院子里堆着奇丑无比的雪人。你们自己堆。我见娇妻露头，拍了拍身上的雪，跑进屋。很快，屋里传来一声羞涩的惊呼。许久，屋里才安静下来。我们靠坐在窗前，看着院子里嬉闹的孩子们。天黑时，雪琴跑来抱走了依依不舍的小鸭，揣走了4个煮熟的鸡蛋。寒冷的夜万籁俱寂，我和铁柱踏雪进山了。铁柱背着新竹篓跟在我身后。不远处传来一声狼嚎。不远了。我立刻检查38大盖，子弹上膛。今晚我们要猎狼长白山的灰狼，体型巨大，性格凶猛，是顶级的掠食者。我们在雪地里寻了10几分钟，终于发现了一头正在进食的庞大公狼。它吃的是野兔。附近时不时传来呼应的狼嚎，显然狼群在分散捕猎。灰狼闻到了我们的气味，抬头看向我，发出一声低吼，面目狰狞地做出攻击姿态。砰！枪声打破寂静，灰狼身躯一震，转身逃窜。追！雪地上一串串血迹十分刺眼，我们顺着血迹追出几百米，那头被一枪贯穿脖子的灰狼趔趄着躲在岩石下，见我们靠近，发出绝望的低吼。铁柱冲上去就是几闷棍，彻底结果了这头60-70公斤重的成年公狼。我拔出瑞士军刀，将其开膛破肚，扔掉内脏，清空腹腔，前后不到2分钟。铁柱把它装筐。狼嚎声越来越近，显然狼群正在包围过来。哥，狼好像要来了，打吗？铁柱握紧木棍。回去。我听出附近起码有6-7头成年狼，如果只有2-3头，我是不会退的，但7-8头一起上，我能自保。铁柱却极其危险，缺医少药的年代，被狼抓伤引发感染，绝对致命。我们刚回到陈塘3里区，后山便传来此起彼伏的群狼嚎叫，很多社员被惊醒。王秀英看着我剥狼皮，听着狼嚎，吓得心慌慌。不用担心，狼很聪明，不会贸然踏进人类领地的。我笑着安慰他，不仅完美剥下了整张狼皮，连皮下几公斤的脂肪也被铁柱刮得干干净净。这狼油可是治疗冻疮的神药。铁柱，你睡隔壁，明早还得去县城，今晚别回去了。我把军大衣递过去，明天陈少阳睡寡妇的事就要闹开了，我得早点赶回来处理。铁柱抱着大衣去睡了。这肉能吃吗？王秀英看着半盆狼油，不仅能吃，狼肉还能入药，比野猪肉高档多了。我盘算着明天那斤200斤的肉，起码能卖100多块钱。至于极品狼皮，我打算找裁缝给他做件大衣。夜深了，我怀里那个装睡的小丫头忽闪着晶亮的眼睛，偷偷看着我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铁柱收了鱼蟹，没打算卖，全藏在雪堆里留着自家炖海鲜。我们背着沉甸甸的肉来到县城早市，还没摆摊，20几个大妈大爷就已经排好队了。显然是昨天不要肉票的消息传开了。今天不仅有猪肉，还有守山员刚打的灰狼肉，不要肉票，1块钱1斤。这价格让人心疼，但一听是能御寒大补的狼肉，人群再次躁动，我果断加码。排队的买1斤狼肉送1两。话音刚落，抢肉大战再次上演，200多斤肉不到半小时被洗劫一空。1块钱1斤的狼肉最先抢完，猪肉反倒垫底了，赚得盆满钵满后，我带着铁柱7拐8拐的来到一片隐秘的小树林。这里是县城的黑市，什么都有卖。转悠了一圈，我盯上了一个矮个子青年，这小子正是不久前打劫我时反应极快，毫不犹豫下跪的那个怂包货。你东哥呢？我突然开口，青年吓了一跳，连退2步，结巴道：东哥在家睡觉。他显然认出我了，生怕我动手。我来买布票，你有吗？青年哆嗦着递过来一张2寸长的布票。不要钱。我无语了。我又不是来抢的，去叫你东哥来，说我按黑市价买布票，你要是敢跑，下次见面打断你的腿。青年一溜烟跑了。我知道这一片的票证生意被秦晓东那伙人垄断了，只能找他们。而此时在家补觉的秦晓东听到小弟罗成的汇报错报，吓得胸口旧伤隐隐作痛。他说想交个朋友。秦晓东半信半疑，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黑市。刚走近就看到我站起身，而比我块头更大将近2米的铁柱也似一座铁塔般跟着站了起来。秦晓东心头狂跳，暗骂罗成这个王八蛋，不是说就一个人来的吗？
大哥，听说你要买布票？秦晓东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一回头，带路的小弟罗成早就跑没影了。对，去那边谈。我指了指墙角，来到墙角，秦晓东左右看了看，才从怀里掏出一小叠布票。我看了看，有1尺的、2尺的、5尺的和10尺的，货挺足。多少钱1尺？黑市价5毛，大哥你要算4毛。秦晓东给了个实在价，我点点头，算下来这堆布料够了，需要26块钱。工业券收吗？我突然问。收啊！我掏出一张上海通用工业券递过去，这是从死掉的黑货摊主身上摸来的。这种大城市的硬通货在小县城不好出手。秦晓东接过一看，错愕道：“上海的工业券，大哥，你这哪来的？”我给出早就准备好的说辞。再早是被一个卖黑货的骗了，他说这玩意儿15张能当1张自行车票用，我就花了100块买了50张。谁知人家说小地方不认，得有单位开证明。我在旁边配合着，露出一脸心疼。铁柱抓了抓头，这不就是那个死人包里的吗？50张！秦晓东眼睛一亮，随即骂骂咧咧说自己昨天去晚了，没逮住那个骗子。他当然不知道那家伙已经在沟里冻硬了。大哥，你要不都卖给我吧，1张我出3块钱，这东西放你手里也是废纸，我有路子处理。大城市的工业券如果能开出证明，黑市上5、6块钱都有人抢，那感情好。我掏出一款工业券，秦晓东刚想接，又尴尬地缩回手。那个，我没那么多钱，连带刚刚给你的布票，加上我所有的粮票、肉票和钱，一共才12块5，这离150块差远了。你先拿着吧，剩下的卖掉再给我，以后我会常来的。我把工业券塞给他，把钱票收进口袋。秦晓东大喜，拍着胸脯保证：知道哪里有卖平板车的吗？最好是新的，有了板车，我干啥都方便。秦晓东殷勤道：还真有干私活的黑木匠，不过得我带你去。7拐8拐来到一个破败的院子，秦晓东敲门对暗号，一个叫老丁的瘸腿汉子小心翼翼开门放我们进去，挪开东屋伪装的柴火，一辆崭新精美的平板车露了出来，旁边还有小推车、木桶、板凳和椅子。100块，谢绝还价。老丁比了一根手指，这可是纯实木好料，铁轴的质量也是顶尖，我老丁的手艺值这个价。秦晓东嫌贵想还价，被我拦住。行，100块我要了。剩下这些桶和凳子也都便宜卖给我吧。我痛快地掏了145块钱，老丁乐得见牙不见眼，不仅半卖半送，临走还送了3个樱桃木陀螺。哥，这平板车咋这么贵？咱大队分的1辆才几十块呀。铁柱推着车不解，大队那是集体资产折价，得有关系才能拿到名额。咱哪有这待遇？我给他解释。到了百货商场，我让铁柱看着车，自己进去大扫荡，67尺布票全花光了，又买了锅碗瓢盆、调料、棉花、针线和几瓶好酒。在柜台看到上海友谊雪花膏，我直接包圆买了6盒。王秀英、多多小鸭、老妈、嫂子和铁柱亲娘1人1盒，又给王秀英挑了钢笔、墨水和笔记本。兜里有钱，买啥都硬气。我又塞给铁柱20块钱去买东西，这小子磨叽了半天，买回来桃酥、糖、红头绳和2副碗筷。哥，下雪了。回去的路上，鹅毛大雪飘了起来。下雪好，掩人耳目。哥，我拉着你，你坐车上。好小子，有眼力见。这车不仅能拉货，还能当宝马坐了。我们在大雪中说说笑笑往家赶。此时的陈塘3里区已经闹翻了天，陈少阳和王家寡妇在炕上被王老太当场抓到。老陈家赔了王家老太50块钱，平息了丑事，老张家却不干了。我火急火燎赶到老宅时，堂屋里挤满了张陈2家的老人和大队干部。小妹张雪琴跟陈少阳的婚事本就定在年开春，如今老张家坚决要退婚。你们老张家彩礼都花完了，说不嫁就不嫁，瞅我们老陈家的脸！陈家老叔公怒喝：陈少阳干出这种龌龊事，我们彩礼凑齐退给你们，这婚必须作废！张家武叔公寸步不让，大队长陈公礼拉偏架，彩礼也下了，钱你们也花了，不嫁不合适啊！不合适，你就把你那守寡的小闺女嫁过去！一直卧病在床的老爹张晨气得下地开骂。你再说一句！陈公礼急眼拍桌，堂屋正吵得不可开交。陈少阳提着一网兜稀罕的苹果，油头粉面的等在门口，准备进去道歉。一见我来，这畜生挤出笑脸迎上来：舅哥你来了，别听他们瞎说，我是被陷害的，我给你带了苹果。想起前世妹妹被迫嫁给他后，天天被家暴，最后怀着身孕被打死的一尸2命惨状，我眼睛瞬间红了。我猛冲上前，对着陈少阳的胸口狠狠一记飞踹。陈少阳的话音刚落，我猛地一脚将他踹翻在地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冲上去就是一顿猛踹。挨了揍的陈少阳急眼了，爬起来对着我的脸就是一巴掌。我故意不躲不避，啪！我脸上浮现出鲜红的指印。我反手又是对他一顿乱拳，见他要反击，我立刻后退2步，在雪地里顺势打了个滚，扯着嗓子大喊起来：打人了，快来看啊！陈少阳打人了！小丫他娘，不好了！陈少阳把家花打了！院里看热闹的社员们立刻跟着喊了起来，屋里的长辈们闻声全都冲了出来。陈少阳打红了眼，被一群人死死拉住，还在咆哮着要往上冲。欺负人欺负到家里来了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老爹张晨见我满身是血，脸上带伤，气得提起铁锹就要冲上去拼命，被人死死拦住。老妈心疼得直掉眼泪，骂道：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老陈家都是一群畜生吗？我立刻坐实他的罪名，大喊：妈！他说咱家要是不把雪晴嫁给他，见我一次打一次，还说雪晴嫁过去就要打死他。畜生，喜欢寡妇就去娶寡妇，还想祸害我妹！陈少阳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是恶人先告状，气急败坏的怒吼：是他先打我的，
小畜生！一个陈家老人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上去狠狠抽了陈少阳一巴掌。我们老陈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？全大队谁不知道陈少阳是什么货色？又是谁不知道我张家华是个在外面只有挨欺负份的窝囊废？眼看我脸上鲜红的巴掌印，连陈家人自己都觉得陈少阳是把所有人当傻子耍。早上刚搞破鞋丢尽了脸，中午来道歉还把大舅哥打了，简直不是个东西。张家华，你敢阴老子！陈少阳气疯了，大哥张北山红着眼举起砍柴刀冲出来，老子砍死你！大嫂吓得死死抱住他的腰，大宝小宝抱着他的腿嗷嗷大哭。陈少阳一看刀，吓得急忙往人群里缩。北山放下刀，都冷静一下！大队长陈公岭急得大吼，场面彻底失控。砰！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，三爷爷张猛披着旧棉袄，手端544步枪，如同一头苏醒的狂狮般步步紧逼。这一枪瞬间镇住了全场。干什么？放下枪！陈公岭吓得倒退2步，他深知老张家这群退伍老兵的脾气，真惹急了，绝对敢拉几个垫背的。真当老张家没人了是吧？三爷爷举枪就要瞄准，我怕他真开枪，赶紧冲上去压下枪管。陈家人见状吓得一哄而散。张家年纪最大的武叔公拄着拐杖走过来，按住三爷爷的枪。一直看戏的陈家老叔公见无法收场，脸色难看的发话了：既然闹成这样，这婚事就算了吧。陈公岭如蒙大赦，这烫手山芋总算扔下了。没用的东西！外人一走，三爷爷瞪着我脸上的红衣骂道：我故意没躲的，得让他坐实了欺负人的罪名不是？我压低声音解释：放心，我下了黑手，陈少阳回去得在炕上躺10天半个月。三爷爷一听我是装的，这才骂骂咧咧作罢。鬼心眼还挺多，想当年我像你这么大，一枪一个鬼子。二哥，雪琴跑出来哇的一声哭了，悬在头顶的厄运终于散了。既然退婚了，那30块彩礼钱1分都不能少。陈少阳他爹陈银山见婚事黄了，咬死要钱，钱不退，这事就不算完。他老婆周雀干脆往雪地上一坐，准备撒泼。他们笃定老张家拿不出这笔巨款，差你们这点钱。张家几个叔伯立刻掏衣兜凑钱。我这有4块，我这有2块。大哥张北山也让大嫂去屋里拿家底。一群穷鬼，1块2块的能凑齐30。陈银山冷笑嘲讽：不用凑了。我带着雪琴上前，直接从口袋里掏出1卷钱，我当众数出30张1块钱，啪的一声摔在陈银山脸上。拿回去给你那寡妇的儿子娶老婆吧。放心，我会免费替他多宣传宣传的。陈银山看着散落一地的钞票，彻底傻眼了。在这个累死累活干1年还要道歉生产队钱的年代，老张家怎么可能突然拿出30块巨款？钱清了，滚吧！老陈家的人灰溜溜的走了。我在人群外看到了二狗，这货不知什么时候顺走了陈少阳带的那袋苹果，正躲在乱发后看着雪琴退婚，黝黑的眼睛里看不出情绪，长舒一口气。妹妹的命运终于被我强行扳回了正规。我进屋和面，准备给族里的老人们下白面条道谢。三爷爷凑了过来：这2天晚上进山打到什么了？三爷爷突然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，我心里一惊，他怎么知道我晚上进山了？前天听到狼嚎，昨晚后山更是嚎了半宿。三爷爷哼哼道：你小子是不是开枪惹狼群了？我见瞒不住，低声承认：昨晚打死了1头灰狼，早上拉县城卖了。好小子，敢惹狼群，还打死1头！三爷爷震惊之后大笑：一枪一个，有我当年的风范。不过这几天别进山了，狼群报复心极强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面上答应，心里却盘算着狼群不善罢甘休最好。这些可都是移动的提款机。老爹张晨一瘸一拐地走过来：家华，多下点面条，好好招待你爷爷和叔公们。家里的白面是我昨天刚送来的，本打算留着过年吃，今天这顿用得值。爸，你先去歇着。我擀着面，准备来一锅手擀肉丝面。现在的张家过得太苦了，我必须尽快改变现状。切面切肉，起锅烧油，很快屋里香气四溢。叔叔，小宝能吃吗？小宝闻着味儿跑来，扒着灶台眼巴巴地看着，馋得肚子咕咕叫。大嫂赶紧跑进来把他抱出去，院里顿时传来小宝委屈的哭声。这年头家里来亲戚，饭菜得先紧着亲戚吃，自家人只能干看着。做的什么啊，这么香？本就精神不济的武叔公都忍不住了。猪肉的香味。二叔狂咽口水，他们已经很久没尝过肉味了。面来了。雪琴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，分别放在武叔公和三爷爷面前。我也端出2碗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让孩子们吃。二叔红着脸，急忙起身要躲。二叔，下了一大锅呢，有的是面，来吃1碗。我一把拉住他，塞了双筷子。老妈也满脸笑容的端来一碟咸菜头。今天各位叔伯可是帮了大忙，说什么也得吃1碗，不够锅里还有。香，真香！武叔公吃的赞不绝口。这咋切这么大的肉片子？谁家敢这么吃肉？三爷爷心疼的把碗里的几块大肉片夹到咸菜碟里，这留给孩子们吃。二叔客套半天，终于坐下，小心翼翼喝了口热汤，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了。饭后因为家里碗不够，我叫上雪琴跟我回新家拿新买的碗碟。小丫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，刚想伸手偷块肉，就被雪琴眼疾手快的抱走了。回到家，王秀英正心不在焉的在院子里用崭新的平板车推着朵朵碗，时不时焦急的朝门口张望。嫂子，我不用结婚了。
雪琴一进门就报喜，太好了！王秀英如释重负。坐在车上的朵朵指着家门，咯咯笑着向小丫炫耀：“车！”小丫瞪大眼睛，风风火火地冲过来，看到崭新的平板车，兴奋地嗷嗷叫。